在萧炎以第1名的成绩通过内院选拔赛后的第3天，学院安排了10头狮鹫兽来接通过选拔的学员，每5人一组。萧炎、薰儿等前5名被分为了一组，由虎钳与其他3位长老一同护送这些学员。然而送达的地方却不是学院，因为迦南学院内院有一项传统，那就是新生入学必须得经过火能捕猎赛。比赛规则则是新生在老生的围追堵截下，保住手里印着数字5的黑色晶片，并顺利到达森林尽头的内院。越早到达，奖励越丰富。而老生除了杀人以外，会用尽一切手段获得新生晶片上的火能。萧炎等人在听完长老对该比赛的简单介绍后，稀里糊涂地开始了他们的逃亡。进入森林没多久的萧炎5人躲在丛林中，见证了一个倒霉队伍被老生洗劫的全过程，得知了金卡内的火能在内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信息，认清了他们如果不想像之前的倒霉队伍，就必须得团队合作的现实，而团队必须得有一个指挥者。薰儿当然是支持他的萧炎哥哥啦，看到薰儿站队，国家也选择相信萧炎。5号则是在之前的大赛中被萧炎揍服气了，白山不想一个人落单，只好也暂时同意。就这样，萧炎顺利地得到了这支小队的指挥权。而萧炎也没辜负他们的信任，很快在萧炎的超强感知下，他们成功的避开了一支杀了回马枪的老生队伍。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所了解的情报太少了，经过团队商量后，决定先冒险吃掉一支队伍收集情报，毕竟与其被人抢，还不如去抢别人。经过一番寻找，萧炎终于确定了猎物，那是一支刚刚抢完新生的队伍，符合落单的条件不说，刚刚消耗了战斗力，手里还有不少火能。于是萧炎等人做了那黄雀，成功拿下了这支老生队伍。为了能得到有效信息，萧炎采取了分开盘问然后对证的措施，被抓的老生自然是老实招了。很快萧炎便得到了森林的精细路线图1份，以及参加捕猎赛的老生共50人，每5人一组，有8支队伍，同被抓的这支队伍实力差不多，还有2支实力强横的队伍等有效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有2点。第一点，每年的捕猎赛都会有2支强力队伍参加，一支队伍全员黑装，一支队伍全员白装。内院中管这2支最强的队伍叫做黑白官煞，实力非常强横，最近10年中没有哪一支新生队伍能够闯过他们的阻拦。第二点，金卡中的火能充当费用，支撑他们去天坟炼气塔里面修炼。天坟炼气塔是一座深埋地底的修炼宝地，越往塔底下面修炼，那修炼速度便是越快，当然费用也是昂贵的离谱。而新生手中的火金卡上面显示的数字5，指的便是在塔中修炼5天的修习费用。在每个月的第1天，内院会给每个人发7天量的火能，想要更多的火能就得做任务。结合所有已知信息，萧炎等人决定多弄点火能再走，得到的火能平均分配。在去寻找下一个猎人之前，不知是不是萧炎听进去了虎钳的建议，随手丢了几瓶疗伤药给揍得鼻青脸肿的新生队伍。离开后的萧炎等人很快遇到了黄衣男所在的老生队伍，没费多大力气，他们就每人新增了25天的火能。在萧炎抢了那黄衣男的队伍接近3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又遇见了一支落单的内院老生队伍。然而这一次却不像之前那么顺利，这次这支老生队伍的配合十分默契，让萧炎等人无功而返。而也正是经过此次的失败，让萧炎5人认识到己身的不足。经过1夜不眠不休的练习，5人已经开始懂得联手。第2天，萧炎等人正好又碰见了昨天那支让着他们吃瘪的队伍。这支内院老生队伍也是倒霉，短短1天时间被萧炎5人狙击了不下5次。等磨练时没用的时候，也就是火能到手的时候，此时老生被反捕猎的消息也已经传开了。新生们十分高兴有人替他们解气，老生们则十分愤怒自己被甩了巴掌，所以他们现在需要将那支新生队伍的嚣张彻底抹杀。于是乎，整个森林几支老生队伍都是开始满林子翻腾。然而萧炎5人却在他们意想不到的时机出现了，并成功的拿下了第5支队伍。森林里还有资格继续参加捕猎赛的老生队伍，除去黑白官煞便只有3队。萧炎等人计划联合新生将这3支队伍全部拿下。不知是新生太想出口恶气，还是萧炎送丹药的怀柔政策有奇效，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集结好的新生们等来了参加捕猎赛的最后3支队伍。此次大战大致分为4个主要战场，由萧炎对战苏笑，吴昊和白山对战修炎和冷白。
薰儿和虎家则带领新生对战其他老生，6道身影如闪电一般撞到了一起，巨大的玄重尺撕裂了空气，直直对着出现在面前的苏笑重重抡砸而下，避开萧炎的重尺攻击。苏笑掏出2把匕首，像刺客那样发动攻击，虽然完成了火力压制，却也没给萧炎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吴昊和白山那边更像是法刺同法刺，战士对战士的战斗。就在场中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萧炎也彻底摸清了苏笑的攻击模式，手中重尺猛然插地，双手快速结动的硬结，一道蕴含着奇异声波的虎啸声从萧炎口中爆吼而出，狮虎碎金银。萧炎在进入内院之前加班加点所修炼而成的声波斗技，使得苏笑处于了一种浑浑噩噩的昏厥状态中，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的时间，可强者对战这一瞬便是胜负已分。青色斗气所覆盖的拳头重重地印在苏笑的胸口之处，是8级崩。随着萧炎的低喝声响起，苏笑败了，还败得很彻底。战胜的萧炎想借助打败苏笑之威震慑住那些老生，却没想到被人坏了好事，导致适得其反。萧炎只得再次加入战斗，这次选的就是坏他好事的3名老生。在萧炎与那3名内院老生纠缠的10来分钟内，另外几处战斗也是进入了尾声。白山这边率先结束战斗，只是在冷柏选择认输的时候，白山偏头看了看萧炎，这一看压抑已久的嫉妒和怒意再也忍不住了，抡起长枪就砸在了已经放弃战斗并且毫无防御的冷柏胸口之上。见冷柏不服还想动手，被萧炎及时制止。萧炎给了冷柏疗伤的药作为补偿，而另两边的战斗也结束了。随着最后一名老生倒地不起之时，空地上顿然响起了一阵夹杂着痛楚声的欢呼。只见萧炎霸气地拿出了一堆疗伤丹药出来收买人心，顺便拿了3颗回气丹给队友。就在他们乐呵呵地拿着火金卡准备分赃的时候，来了一只黄雀，由沙铁带领的黑煞队出现了。情况对萧炎这边的新生很不利，但就这么交出辛辛苦苦得来的火能又很不甘心。雪上加霜的是，白山背叛了自己的团队，凭借着自己哥哥的关系抛弃同伴，带着自己已得的火能走了。然而面对这种情况，萧炎还是选择战斗，因为只要拼就还有机会。萧炎身后的新生也是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盯着树干上的沙铁5人，心中再也没有丝毫惧怕。萧炎对上了沙铁，沙铁修炼的是精细斗气，属于近身肉搏战的强者。萧炎也顾不得隐藏，召唤出了异火，身影化为一道淡青色影子，携带着炙热高温，径直对着沙铁暴冲了而去。沙铁没有选择躲避，拳缓缓握紧，直直冲击而出，拳头之上传过来的凶悍劲气令得萧炎急退了2步，沙铁却也没好到哪里去。萧炎拳头之上的青色火焰让他吃足了苦头，随后2人又战斗到了一起。此时的战局不太妙，5处战圈只有薰儿那一处是完全处于上风，现在便是得要看究竟是哪一方能够有人最先腾出手来了。是薰儿，只见薰儿击败了自己的对手，火速支援即将败落的吴昊。在2人联手又击败了1名黑煞队的队员后，吴昊也没有战斗力了。不过此时胜利的天平已经向着萧炎他们倾斜，前提是萧炎得拖住沙铁，关键时刻萧炎怎么可能掉链子？在1名新生的努力下，又有1名黑煞队员被薰儿成功补刀。薰儿带着剩下的3名新生赶往支援虎家的战圈，成功拿下该名黑煞成员。薰儿与虎家在休息了将近2分钟后，皆是再度站了起来去支援萧炎。面对3人的围攻，沙铁又不傻，他也实在不想再被萧炎那诡异的火焰焚烧了。再加上看到萧炎把丹药当糖豆吃的动作，沙铁选择放弃抵抗。就这样，如雷般的欢呼声将整个树林都是震得簌簌发抖了起来。再将得来的火能妥善安排后，萧炎在新生的威望更是达到了顶峰，这为以后盘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此时的萧炎正拿着20天的火能同沙铁打探白煞队的消息，在得知白煞队的队长罗侯是斗灵强者，他们需要全员满血才能战胜的时候，萧炎给大家表演了一下现场炼丹。在萧炎丹药的辅助下，经过1天的调整，新生们满血复活了。在第2天的黄昏开始了决战，罗侯带领的白煞队与新生们战斗到了一起。罗侯以1敌4对战萧炎、薰儿、虎家和吴昊。萧炎吩咐道，这场战斗都不要留守，迟则生变。果不其然，萧炎4人首次攻击失利，而后方的战圈几乎每隔1分钟就会倒下1名新生。萧炎明白必须得尽快解决战斗，于是让薰儿等人拖住罗侯，给他酝酿大招的时间。不错，正是小型佛怒火莲。看到萧炎召唤异火，满场哗然。石台中的苏长老与庆长老更是怒骂虎钳没有告诉他们这么重要的信息。
击。罗侯这边更是惊骇地发现自己体内的冰寒斗气居然是变得迟缓了一些，可惜他被薰儿等人钳制，没有办法去阻止萧炎融合异火。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佛怒火莲犹如流星一般划过长空，带起一道绚丽的青紫尾巴，对着罗侯爆射而去。罗侯用尽全身力量发出了一击抵挡，然而寒铁棍上的寒冰仅仅是持续了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连寒铁棍也彻底变成了一坨废铁，却也只是让火莲光芒暗淡了一些而已。石台中的苏长老和庆长老见萧炎准备引爆火莲，脸庞终于是大变了起来，慌忙前去救场。好在苏长老及时挡下了攻击，随后苏长老便宣布今年这届火能捕猎赛算新生赢了，而白煞队的成员却提出了异议，被苏长老无情驳回，因为刚才若不是长老出手，罗侯必死无疑。苏长老宣布，作为这届火能捕猎赛的胜利者，在场的新生都各自获得20天的火能，而萧炎、萧薰儿、虎家则是额外奖励清火金卡外加30天火能。在内院中，火金卡由低到高分为黑、蓝、青、赤、紫5种颜色，黑色金卡是最低级的金卡，只具备在焚天炼气塔第1、2层修炼的资格，而蓝色金卡则是3、4层，以此类推，想要升级金卡就得缴纳火能换取。青火金卡的奖励相当于为萧炎等人节省了300天的火能，这让在场的所有学员都对他们投去了羡慕的目光。在奖励分发完之后，苏长老就带着这批新生正式进入了内院。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感谢您的耐心观看，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